世界上最大的飞机究竟有多大？你见过运输坦克的飞机长什么样子吗？你以为 225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了吗？自莱特兄弟于1903年造出第一架飞机以来，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人类几乎从未停止过对飞机的研发。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制造的飞机的体型也越来越大。那么至今为止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最大的飞机究竟有多大？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为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大的10架飞机，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空中巨无霸。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安22运输机，这是人类历史上制造过的最大的涡轮螺旋桨飞机，它是由前苏联安东诺夫设计局在1962年研制的一种重型军用运输机，主要被用来运送坦克、汽车、火箭发射车以及导弹运输车等等一些大尺寸、大重量的军事装备。这架飞机搭载了4台涡桨发动机，每台发动机可向外输出15000轴的马力，它可以载重80吨的货物，以每小时超过680公里的速度连续飞行5000公里。如果加满一箱油，它的航程最多可达1.1万公里，几乎可以覆盖大半个地球。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将导弹以及各种重型军事装备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运送到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地方。22运输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可达250吨，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达到了 57.92 米，高度为 12.53 米，翼展长达 64.4 米，它的货舱容积更是达到了640立方米。毫不夸张的说，它甚至可以装下一个小型的重型装甲连。对了，更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个大家伙的起降能力。别看它体型大，但是这个家伙具备降落在一些野战机场的能力，因为它属于螺旋桨飞机，在着陆的时候，它的螺旋桨可以反转，从而缩短着陆时的距离。这一点是很多喷气式飞机都不具备的。拥有这项功能，就可以将一些军事装备运送到各种极端的地方。它的性能就是放到今天来看，依然非常强悍。要知道，这可是上个世纪的产物，距今已经过去了50多年的时间。好，第9个里海怪物，这是前苏联在1966年制造的一种大型地效飞行器。在1966年至1988年间，它曾是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飞机。其实确切点说，它其实是一种地效飞行器。所谓地效飞行器，就是一种利用地面效应提供支撑力，从而实现飞行的一种运载工具。而里海怪物实际上就是一种巨型的地效飞行器，它的机身长度达到了 106.1 米，翼展为40米。这个大家伙配备了8台涡喷发动机，它能够以每小时800公里的速度穿梭在海面上，并且不会被任何雷达发现。这种飞行器的优势就在于它要比大多数的飞机的载重能力更强。里海怪物的起飞重量高达500吨，它的机身上方配备了6枚超音速反舰导弹。由于它主要都是在贴近海面1到5米的高度飞行，所以这种大型飞行器其实更像是一艘会飞的航母。除此之外，它不仅可以在水上进行超低空飞行，同样也可以在沙漠、雪地、沼泽地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实现低空飞行，性能极其强悍。遗憾的是，从诞生至今，这种大型飞行器只建造了1艘，并且在1980年就已经坠毁，沉在了海里。第8个白鲸运输机 XL， 这是一种由空客公司研制出的一种超大型运输机。由于它的外观看上去像是一种鲸豚类动物，所以人们将其称之为大白鲸。之所以会将这种飞机设计成这种外观，设计理念其实就是源于白鲸这种生物。白鲸是一种游泳能力很强的动物，它的身体呈流线型，这可以帮助它在水中高速前进，同时也具备较好的机动性。而白鲸 XL 运输机采用这种造型，就可以减少阻力和拖累，从而可以达到更高效的飞行状态。这种运输机的型号也有很多，目前体积最大的一个就是空客白鲸 XL。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达到了 63.1 米，翼展长达 60.3 米，高度为 18.9 米。它搭载了2台由劳斯莱斯生产的传达700涡轮风扇喷气式发动机，其最高巡航速度可达每小时737公里，最大起飞重量可达227吨，机舱容量更是高达2290立方米。它主要被用来运送一些超大型的部件，比如一些国际空间站所需要的大型组件，或者其他飞机所需要的大型部件，运载能力很强。好，第7个 C5 银河运输机，这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制造的一种大型战略军用运输机，即便是到了今天，它仍是美国空军现役最大的战略运输机。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达到了75米，翼展长达67米，高度为 19.8 米。它搭载了4台涡轮风扇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最大推力为 191.2 千牛。这架飞机的发动机非常大，但是一台发动机的重量就重达 3.5 吨。如果这4台巨大的发动机同时运作，但是它内部的4台发电机就可以供应5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要。
不仅如此 ，C5 运输机的发动机还可以提供逆推力，这可以帮助飞机在降落时减少在地面的滑行距离，可以使飞机降落在更多极端的机场跑道上。作为一架运输机，装载能力自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架飞机的货舱长达36米，高4米，宽6米，它的机身两头都可以向上打开，可以从前后舱门同时装卸货物。它几乎可以装载美军的大部分战斗装备，包括坦克、直升机和其他的一些重型装备。要知道，拥有这项功能就意味着它可以带着重型战斗装备以及人员抵达地球的任何一个战场，短时间内就可以为战斗中的部队提供野外支援。对了，再有就是它的最大起飞重量高达418吨。加满一箱油，它可以连续飞行超过9000公里，性能非常强悍。第6个，安124运输机。这架飞机是前苏联为了超越美国的 C5 银河运输机而研发的一种大型飞机。这架飞机曾经是世界上第2大的运输机，它的机身长度长达 69.1 米，翼展长达 73.3 米，机身高度达到了 20.78 米。它搭载了4台推力为229千牛的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405吨。它与 C5 银河运输机一样，都可以装载坦克以及装甲车等重型装备抵达全球的大多数地方。安124运输机的最大载重量高达150吨，它的货舱总体积为1160立方米，这可以装下绝大多数的重型陆地装备。说到这里，相信很多领导都非常好奇它的油耗。这架飞机的载油量约为210吨，在巡航飞行时，它每小时的油耗高达10吨。如果超过巡航高度爬升时，油耗每小时则会上升到17吨。如果加满一箱油，它可以以每小时850公里的巡航速度连续飞行将近20个小时，这足以抵达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方。好，第5个，空中客车 A380。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载客量最高的客机，也是体积最大的客机。这架飞机的高度达到了24米，这相当于8层楼的高度。它的机身长度为 72.72 米，翼展长达 79.75 米。它是由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发的一种超大型双层喷气式客机。这架飞机的最大载客量高达853人，它的最大起飞重量高达575吨。巡航速度更是高达每小时900公里，加满一箱油，它可以连续飞行15700公里。这个大家伙搭载了4台由劳斯莱斯生产的高庞通比涡轮风扇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推力高达30多吨。此外，这架飞机的安全性与舒适性也要碾压绝大多数的客机。很多人都知道，飞机越大也就越安全。空客 A380 的翼展长度达到了79米，这种巨大的翼展可以使飞机在丧失全部动力之后，也就是说在燃油耗尽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利用巨大的翼展保持机身稳定，使飞机可以滑翔着陆，而不是像其他的翼展较短的飞机那样，一旦失去动力，可能就会一头扎向地面，垂直坠毁。俗话说翅膀大了能兜风，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再有就是这架大飞机的价格，一架空客 A380 的售价约为 4.5 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30亿左右。好，第4个，休斯 H-4 大力士。这是一架巨大的水上飞机，它诞生于1947年。这架飞机拥有当时世界上所有飞机中最大的翼展，它的翼展达到了 97.54 米，机身高度为 9.15 米，机身长度长达 66.6 米。你可能很难相信，这么大的一架飞机竟然是用木头做成的。由于它建造于2战期间，当时的世界各地几乎到处都在打仗，在这期间制造飞机所需要用的金属材料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当时为了节省金属材料，只能选用木材建造。最初建造这架飞机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向各大战场运送士兵和军事装备，但是没等这架巨大的木质飞机建造完成，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这架飞机仅在1947年10月2日进行了一次短暂的飞行，之后就再也没有飞过。第3个，波音747-8。在空客 A380 没有诞生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客机名号一直是美国的波音公司的。但是自2006年空客 A380 问世之后，波音747的地位就受到了威胁。所以为了巩固自己世界第一大飞机的名号，波音公司就在波音747-400的基础上建造了更大的飞机，也就是现如今的波音747-8系列。其实波音747-8共分为2个型号， 747-8L 属于客机，而 747-8F 则是货机，两者的大小都差不多。它的机身长度达到了 76.4 米，翼展宽达 68.5 米，机尾的高度接近20米。虽然在机身长度上，波音747-8要比空客 A380 更长，但是它的载客量却远不及空客 A380。波音747-8的载客量为467人，它的最大航程可达14000多公里。它搭载了4台涡扇喷气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推力约为30吨，巡航速度高达每小时900公里。它的内部设计也比之前的机型更加豪华和舒适。另外，这架飞机还采用了更加节能环保的新技术，大大降低了对环境的损坏。好，第2个，安25运输机。
它是一架起飞重量高达640吨的超大型运输机，也是目前全世界机身最长、承载重量最大的飞机。它是由安东诺夫设计局在1988年研制的一种超大型军用运输机。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达到了84米，它的翼展宽达88.4米，机身重量为175吨。它搭载了6台涡轮风扇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推力高达20多吨。它可以装载250吨的货物飞上天空。如果在满载油量的情况下，它可以以每小时800公里的巡航速度连续飞行15400公里。续航能力极强，如果将这架巨大的飞机改为客机，估计它能够一次性搭载1500到2000名乘客，这几乎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客机空客 A380 的4倍。安225的货舱容积为1300立方米，它可以一次性装下16个集装箱，像一些大型的航天设备以及其他的一些大型设备的部件，它都可以装得下。但就是这么强悍的一架大型运输机，在2022年的3月，由于战火的原因遭到摧毁。可惜的是，这种强大的飞机至今为止在全世界仅制造了1架，而这仅有的1架已经被摧毁，非常可惜。好，第一个，巨型双生飞机，它是世界上最重和最宽的飞机。这架飞机的全称为平流层发射巨型双生飞机，该飞机采用的是非传统的双机身设计。这架飞机的翼展宽达117米，机身长度为73米，高度为15米。它是目前人类制造的翼展最大的飞机。这种巨型飞机的运载能力相当惊人，它可以将实际重量高达250吨的火箭运送到1万米以上的高空中发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火箭从地面直接发射所产生的燃料成本。这样的发射方式不仅可以忽略地面不利天气所带来的干扰，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省燃料，因为火箭直接从空中发射就不用从零开始加速。整架飞机共有28个车轮和6台涡轮风扇发动机，每台发动机可以为机身提供大约25吨的推力。它的最高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850公里。另外，虽然它有2个机身，但驾驶舱却只有1个。飞行员只需要坐在机身右侧的驾驶舱内驾驶飞机即可，左侧的机身驾驶舱其实是一个虚拟驾驶舱，因为它的内部并没有任何飞行控制系统。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知道世界上最热的地方在哪里吗？你见过50多度高温环境下的人类是怎么生活的吗？一进入到夏季，30多度的高温天气会使得很多领导的心情变得很烦躁。但是你知道吗？与此同时，世界上有些地方的气温要比我们高出整整1倍，甚至更多。要知道，人体能够承受的最高温度也就在40到50度之间，一旦超过这个温度，就极有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然而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有那么一些地方的气温常年都保持着50多度的高温，个别地方的温度甚至高达70多度。但即便是这么炎热的地方，仍有人类生活在这里。今天这视频，黑土就为各位领导找出来世界上最热的7个地方，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极热之地。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7个，达洛尔。如果你第一次遇到这种景色，请千万要保持冷静，因为眼前的这片类似于金子一样的盐滩，并不是可以让你一夜暴富的金子，它周围的气体与硫酸一样带有腐蚀性，如果一个不小心将这些气体吸入到体内，是非常危险的。达洛尔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北部，这里的海拔低于海平面约130米。眼前的这片金黄色的盐滩，其实就是世界上最低的陆地火山——达洛尔火山。这片地区的气候极其干燥，温度极高，方圆几十里寸草不生。如果按照年平均气温来算的话，那么这里就是世界上最热的地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里一年365天都非常炎热，即便是到了冬季，达洛尔的气温最高也可以达到40多度。到了夏季最热的时候，这里的气温最高接近50度。但即便是这么炎热的地方，每天仍有人类活动在这里。由于火山的原因，使得这里的地下水经过火山的加热上升到地表，从而形成盐矿。而当地的一些人就是靠开采这些盐矿维持生计。这些矿工每天要在接近50度的高温天气中顶着烈日徒手开采盐矿，一天的工作时间高达10个小时，而工资才仅为7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约为50块，非常艰苦。好，第6个，科威特城。这里是世界上最炎热的城市之一，科威特城是典型的沙漠气候，这里的夏季极其炎热且漫长，到了夏天平均有3个多月的时间，这里的温度都保持在45度以上。行走在科威特的大街上，就犹如身处桑拿房里一样，非常酸爽。
这里白天的气温经常超过50度，有时候则会飙升到55度。在这里，汽车的表面温度最高可以达到100度以上。如果你喜欢吃鸡蛋，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到了一天中午最热的时候，汽车的塑料尾灯甚至都能够被高温融化。如果身处户外，大多数的手机基本上都会由于温度过高而导致无法使用。即便是到了晚上，这里的最低气温通常也高达30度以上，非常炎热。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在夏季白天一般都会待在室内吹空调，到了晚上温度降到30多度的时候才会出门活动。这也正是为什么科威特城在白天看上去就类似于一座空城一样。再有就是这里虽然气候炎热，但是真正的科威特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艰苦。要知道，科威特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它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量非常丰富。整个科威特的人口仅为400多万，其中有70%都是外来移民。也就是说，真正的科威特人实际上过得是非常滋润的。吹空调对于他们来说基本上没有经济负担，但是剩下的70%的外来移民就没有那么幸福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户外从事建筑、农业和送货的工作。每年一到了夏季，极度炎热的高温天气会导致很多劳工死亡，他们大多数都是外来移民。也正是因此，在科威特有这样一项法律规定，就是每年到了夏季，从早上的11点到下午3点钟是不允许工作的。第5个，美国死亡谷。这是一个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死亡境地。美国死亡谷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东部，谷内的恶水盆地低于海平面86米，是北美海拔的最低点。这里地势险恶，气候炎热且干燥。到了夏季，这里的温度最高可达 56.7 度，地面的温度最高可达惊人的 93.3 度。身处这里一旦迷路或者失去水源，极有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在美国，几乎每年都会有人在这里因为汽车故障以及缺水导致身体脱水死亡，非常危险。由于地势较低，再加上周围大山的环抱将热气困在谷内，热气出不去，冷气进不来，使得死亡谷的内部就犹如一个巨大的火炉。每年一到了夏季，温度最高的时候，无论是人类或动物，一旦进入死亡谷深处，基本上毫无生还的可能。即便是在冬季，这里的温度通常也会保持在30多度，但即便是这样，仍不可轻易闯入，因为这里除了高温，谷内还有可能出现毒蛇、蜥蜴以及土狼等动物。在这种环境下，一旦遭到这些野生动物的袭击，是非常危险的。第4个，巴士拉。这座城位于伊拉克的东南端，它曾是伊拉克的第1大港以及第2大城市。这里风景如画，市内水道和运河纵横交错，曾经一度被誉为东方的威尼斯。在以前，这里曾经是伊拉克非常著名的旅游胜地，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战乱过后，使得这里变得千疮百孔。2021年，这座城市大片区域停电，由于无法供电，导致冰箱、空调甚至风扇等电器都无法使用。要知道，巴士拉属于炎热的沙漠气候，每年一到了7到8月份，这里的气温经常会飙升至50多度，最高的时候可达 58.8 度。由于到处都是沙子，沙子的比热小，经过太阳照射，温度上升的会很快，并且沙子的储热能力也很强。在夏季，即便是到了晚上，气温最低的时候，这里的温度也高达 38.8 度，非常炎热。更让人受不了的是，由于常年饱受战乱的摧残，使得这里的供电设施非常的不完善，这就会导致整座城市的电力不足，根本无法为市民提供足够的用电需求。这里不像人家科威特那样富有，所以一到夏天，巴士拉的人们只能自行采取物理降温，白天拿凉水降温，到了夜晚睡不着，由于没有电，只能用扇子降温，相当煎熬。第3个，阿奇几耶。这座小镇位于利比亚的西北部。1922年的9月13日，阿奇几耶的天气一度飙升至 58.8 度，成为了世界上气温最高的地方。要知道，气温一旦超过40度，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出现中暑的症状。如果身处气温58度的高温环境下，用不了半小时，可能就会一命呜呼。在1922年至2012年间，这里曾一度被认为是地球上最热的地方，直到2012年，世界气象组织对这里的温度进行过精密测量之后，才宣布之前的 58.8 度的气温可能不太准确，主要原因可能是之前所使用的温度计不太准确，所以导致真正的温度与当时测量的温度相差7到8度。但尽管如此，每年一到了夏季，这里的温度通常也会高达48度以上，非常炎热。第2个，火焰山。火焰山相信各位领导都比较熟悉，没错，这里就是吴承恩《新游记》里的火焰山的原型。这座山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的中北部，它是中国最热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最热的地方之一。到了夏季，这里的温度最高可达 47.8 度，山体的表面温度最高可以达到 82.3 度。在夏季，山上的沙子像火一样发烫，此时如果拿一个鸡蛋放在沙窝里，不出30分钟，鸡蛋就可以被烤熟。由于火焰山地处大陆内部，远离海洋，周围环绕着沙漠，所以就导致水分蒸发得很快。这里常年的平均降水量只有16毫米，一年之中几乎很少会下雨，这就意味着这里不仅非常炎热，而且还极其干燥。
在这座山上，别说是人类，即便是动植物也无法在这么高的温度下生存下去。一眼看上去，火焰山上几乎寸草不生，但也正是因此，才使得火焰山可以向外展露出犹如火焰般的红色地层。每当太阳照在山体上时，整座山看上去就像是熊熊烈火一样直冲天空，景色非常震撼。第一个，卢特沙漠。这里是伊朗境内最大的沙漠。卢特沙漠位于伊朗的东南部，整片沙漠的面积达到了480平方千米。2005年，美国的航空航天局通过人造卫星测得地球上最高的地表温度就位于卢特沙漠，也就是说这里可能是地球表面温度最高的地方。2005年，这里的地表温度竟然高达71度。之所以会产生这么高的温度，是因为卢特沙漠的地表有一半以上都被火山岩所覆盖。火山岩也就是火山熔岩，这种物质呈黑色。我们都知道，黑色是最容易吸收热量的颜色，再加上卢特沙漠本身就属于典型的沙漠干旱气候，高温加上黑色的地表，就会使得这里变得热上加热。另外，这里除了炎热，还非常干燥，这里的年降水量通常不会超过30毫米，但即便是降雨了，雨水也会顺着周围的山脉流下，很快就会被蒸发掉，只在地面留下一些石头、石子和盐。久而久之，在一些比较低洼的地区，就会形成很多干涸的咸水湖，而这些咸水湖则成为了卢特沙漠里最为致命的一处地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每当一些鸟类途经卢特沙漠时，由于地表的温度过高，它们在飞翔途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落脚休息的地方。而此时如果正好碰到沙漠中的一些咸水湖，大多数鸟类则会选择在这里休息一下。休息的过程中，一旦喝了这里的咸水，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除了鸟类，其他动物也一样，身处卢特沙漠，一旦水源耗尽，基本上必死无疑，非常可怕。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无人区究竟有多可怕？可可西里的高原深处到底生活着什么样的可怕生物？一只兔子究竟是怎么杀死一个成年人类的？这里为什么被称为人类的禁区？你知道吗？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有很多非常凶险且致命的无人区。由于这些地方环境恶劣，危机四伏，所以一直以来都很少有人敢轻易的踏进这片土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地方变得如此致命？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为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大的3个无人区，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吞噬生命的禁区。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3个，可可西里。这里是位于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它夹在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之间。整个可可西里的总面积达到了45000平方千米，它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这里的平均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全年的平均气温多数都在0度以下，最低气温可低至零下46度，属于寒冷的高原气候，昼夜温差极大，环境非常恶劣。这种地方除了高山、湖泊、草原和野生动物，几乎荒无人烟。导致这里变得如此荒凉的主要原因就是自然环境。由于海拔较高，所以导致这里的空气中含氧量很低，经常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或动物是很难适应得了这种缺氧的环境的。不过虽然环境恶劣，但是由于这里长期处于原始的生态环境下，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类活动的污染，所以对比人类活动频繁的区域，可可西里的景色显得格外美丽。这里的空气透明度很高，用眼睛看上去一切都显得非常清晰。但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景色非常震撼的地方，实际上却是一个吞噬生命的禁区。曾经有无数探险者想要深入可可西里的腹地一探究竟，可结果不是半途而废，就是命丧于此。真正进入到可可西里无人区腹地的人类，实际上寥寥无几。这里除了环境恶劣，其实更可怕的还有野生动物。你知道吗？在整个可可西里生活了有多达230多种野生动物，其中包括野狼、野牦牛、雪豹，甚至熊这种大型野兽。如果身处这里，以上的任何一种动物都有足够的能力置我们于死地。要知道，身处高原缺氧的环境下，我们的体能是非常虚弱的。一旦遇到狼或熊这种野兽，多数人是根本没有足够的体力能够与其周旋的。此时我们的逃跑能力也会因高原反应而直线下降，并且生活在高原地区的野兽性情与凶猛程度往往都要比平原地区的动物更加可怕。因为这里的动物几乎很少会见到人类，所以它们可能并不会惧怕人类，特别是野生的牦牛。如果不幸遇见一头野生的牦牛，是极其危险的。这时候即便你待在车里，可能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要知道，一头成年的野牦牛的体重最重可达半吨以上，一头暴躁的野生牦牛完全有能力将一辆行驶中的吉普车顶翻，并且受惊的野牦牛会变得极具攻击性，它们有足够的能力置我们于死地，非常危险。再有一个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一只兔子也能够威胁到我们的生命，这不是危言耸听。要知道，身处空气稀薄的高原缺氧的环境下，如果此时突然窜出来一只兔子，
很有可能会吓我们一跳。在这种缺氧的环境下，一旦受到惊吓，就会导致我们心跳加速，心跳加速就会引发高原反应的加剧。如果对于一些本身就患有心脏疾病的人来说，在缺氧的环境下，一旦受到惊吓，是很有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的。除了野生动物，这里还有很多流沙和沼泽。受高原气候的影响，在可可西里的地表下，有些地方是薄薄的一层冻土，而冻土的下面很有可能就是流沙或者沼泽。如果只身一人一个不小心陷入到流沙和沼泽里，基本上是必死无疑。除此之外，无人区的致命因素还有迷失方向。如果身处可可西里的无人区腹地，我们大部分的电子设备几乎都会失灵，包括 GPS 和指南针这种工具。因为在可可西里的地下有很多矿产资源，受一些铁矿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指南针失灵，从而使我们无法辨别方向。要知道，在这种环境下，一旦迷失方向是非常恐怖的。如果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内走出无人区，一旦食物与水源耗尽，大概率只能原地等死。因为就算你找到了一大片湖泊，这里的水也不能喝，因为这些湖泊都是含盐量极高的咸水湖。如果不慎喝下这种咸水，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含盐量增加，这样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缺水所带来的不适，反而会加剧我们体内的水分流失，从而导致我们的身体机能快速下降，非常危险。从以上的种种致命的因素中，不难看出，可可西里无人区绝对算得上是人类的禁区。从2020年开始，这里就被禁止进入，所以还望各位领导千万不要盲目闯入这里，因为这里的危险程度其实要远在我们的认知之外。好，第二个，撒哈拉沙漠。你知道真正的撒哈拉沙漠深处究竟有多危险吗？撒哈拉沙漠位于非洲的北部，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沙质荒漠，整片沙漠的面积达到了932万平方千米，这相当于24个日本的国土面积。这里的环境要比可可西里恶劣得多，致命程度也要比可可西里高得多。如果想要只身一人穿越撒哈拉沙漠，基本上毫无可能。要知道，真正的撒哈拉沙漠深处是根本没有人类的。这里一眼望去，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沙子，基本上没有任何植物。这里白天的温度最高可达58度，地面沙子的温度更是高达70多度。最为致命的就是一到了晚上，这里的温度最低会降低至0度，昼夜的温差极大。而我们人类是根本承受不住这么大的温差转变的。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可以连续3天不喝水仍可以存活，但是在这里1天不喝水就有可能会丧命，因为撒哈拉沙漠白天极高的气温会加速我们体内水分的流失，并且在这种地方想要找到一处水源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沙漠中可能会有绿洲，但是在这种环境下，一旦水源耗尽，我们几乎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与体力去继续寻找水源，可能还没等找到绿洲，我们就被晒死了。然而炎热与缺水并不是这里唯一的致命因素，其实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仍生活着很多对人类非常致命的动物，其中最为致命的就是一种沙漠蝰蛇。巨鳞蝰蛇是一种生活在沙漠地带的一种毒蛇，这种蛇的性情非常凶猛，易发怒，并且极具攻击性，被它咬一下致死率会极高，特别是身处炎热干旱的沙漠地区，一旦被它咬到，如果没有在短时间内得到救治，基本上是必死无疑。除了毒蛇，与其一同生活在这里的还有一种致命的剧毒蝎子，这种蝎子就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蝎子——以色列金蝎。以色列金蝎也叫巴基斯坦毒蝎，这种蝎子的外观看上去并没有多恐怖，但是它的毒液却足以令我们闻风丧胆。你知道吗？这个小家伙的毒性位列世界10大毒王的第5名，它比眼镜王蛇的毒性还要强。不过由于每一次攻击所向外释放的毒液剂量并不大，所以被它蛰到通常并不足以致命，但这仅限于年轻力壮的成年人，如果换作是小孩子或者老人，它的毒性仍是可以致命的。此外，除了以上那2种剧毒生物，在这里你可能还会遇到非洲野狗、斑鬣狗、撒哈拉猎豹以及秃鹫这种凶猛的野兽。身处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以上的任何一种动物都有可能会要了我们的命。这时候即便你侥幸躲过了一些危险的动物，接下来等待着你的很有可能是自己的同类。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在这种地方遇到人类可能比遇到10条毒蛇更加可怕。因为在撒哈拉沙漠中经常会有一些当地的走私者或者贩运者，这些人往往都是一些全副武装的亡命之徒，他们对陌生人可能并不会有任何怜悯之心。在以往的沙漠死亡案例中，人们发现有很多死者都是被枪击杀害，有些甚至连器官都被摘了下来，非常残忍。要知道，在这种地方一旦遭到威胁，你就是喊破喉咙都没有人能听到，非常危险。好，第3个，南极洲。要说世界上最大的无人区，那非南极大陆莫属了。南极位于地球的最南端，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储藏地，南极的冰雪量占全世界冰雪量的90%以上，这里的冰盖厚度达到了4000多米，如果这些冰盖全部融化，估计地球的海平面将会上升60到80米，这将会淹没绝大多数的沿海城市，而日本的国土面积也会因此而减少。
整片南极大陆被南冰洋所包围，它的总面积达到了1424.5万平方公里，这要比整个欧洲还要大上约40%。整片南极大陆几乎都被冰川所覆盖，只有2%的地方没有被冰雪常年覆盖，可以供动植物生存。也就是说，在这片大陆上，几乎90%的区域是根本没有大型生物存在的。南极大陆的内陆地区环境非常恶劣，这里虽然到处都是冰雪，但是却非常干燥，其干燥程度要比炎热的撒哈拉沙漠更加严重。主要原因就是在南极的内陆地区温度极低，极低的温度使得水蒸气很难存在，并且整个南极大陆的年平均降水量仅为55毫米，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有长达几百万年没有下过雨，这就会导致这里的空气变得非常干燥，即便身处到处都是冰雪的环境下，我们的身体依然会有脱水的风险。另外，除了干燥，其实更致命的就是这里的温度，这里的最低温度可低至零下89.2度。要知道，在这种温度下，如果将我们的皮肤或者手指裸露在外面，仅需短短的几秒钟，就足以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的冻伤。并且在内陆地区，一年中有300多天的时间，这里都会刮着8级以上的大风，有时候风速甚至会达到每秒100米，这种风力几乎相当于12级台风的3倍。正是因此，使得南极大陆成为了世界上风力最大和最干燥的一块大陆。人如果身处这种环境下，超低的温度加上大风，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热量加速流失，如果没有充足的保暖装备，极有可能会被永远的冰封在这里，并且暴风雪一旦来临，就会降低能见度，从而使我们无法辨别方向。地面上白茫茫的冰雪还会导致我们患上雪盲症，白色的冰雪会将阳光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从而使我们的眼睛受到损坏，导致视力减退。更致命的还有冰缝，由于整片大陆都被厚达上千米的冰雪所覆盖，所以在一些雪层的下面会藏有很多冰缝，这些冰缝很难被人发现，此时如果一个不小心掉进这些冰缝里面，基本上是必死无疑，非常危险。除此之外，在南极大陆的内陆地区，可能没有任何可以供我们食用的食物和水，这里到处都是暴风雪，基本上没有任何植物以及动物，所以在这里一旦食物耗尽，几乎是必死无疑。虽然在南极大陆上驻扎了很多科考队，但这些科考人员通常也仅在科考站的周围活动，一般情况下也不敢贸然进入南极大陆的内陆，因为在这里一旦遇到一种名为乳白天空的景象，是极其危险的。乳白天空也叫乳白景象，在南极的极地区域，当阳光照射到类似于镜面的冰层上时，冰层就会立即将阳光反射到低空的云层中，而云层则会再度将光线散射到地面的冰层上，这样来回的反射就会产生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乳白色光线，此时周围的景象就会变成雾蒙蒙的乳白色，让人一时分不清楚天与地。这种景象看上去可能感觉很梦幻，但实际上却极其危险，因为一旦人身处这种环境下，就难以辨别方向，并且我们的视线也会产生错觉，严重时还会让人头昏目眩，甚至失去知觉而丧命。1971年，一名美国人就曾驾驶一架 LC-130大力神飞机，在这里遇到了乳白色的天空，突然就与地面失去了联系，至今为止仍下落不明。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极地探险家曾经因为遇上这种乳白色天空而险些丧命，非常危险。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